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哪吒2票房滑铁卢，160亿预测成笑话，赵丽颖凭什么逆袭？凌晨3点刷完哪吒2的全球票房数据，手机屏幕的蓝光映得我心慌。156亿人民币的数字在热搜上跳动，像一把钝刀割在预测160亿的行业脸上。窗外的雨淅淅沥沥，突然想起去年春节档《流浪地球3》上映时，同事信誓旦旦说吴京加科幻等于票房永动机，结果最终票房差了20亿。原来在电影市场，没有什么是稳赢的。哪吒2的坠落轨迹像极了烟花升空时万众瞩目，坠落时悄无声息。清明档期间，它的单日票房一度逆跌回1000万，但假期结束后，日票房直接腰斩至300万，甚至被口碑垫底的《猎狐行动》碾压。更讽刺的是，它的全球周票房1035万美元，竟被赵丽颖的《向阳花》以1200万美元反超，跌至全球第7。这种断崖式下跌，让我想起去年某部春节档大片。当时该片凭借预售破亿的势头，被预测保底50亿，结果上映3天就被观众吐槽特效满分，剧情稀烂。哪吒2的问题同样明显，1900个特效镜头确实美如画，但叙事停留在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口号层面，连海外观众都吐槽像劣质蜘蛛侠。话说回来，哪吒2的海外表现堪称灾难。在日本全面上映2周，总票房仅80万美元，还不如同期上映的《熊出没》衍生品销售额。樱花国观众对哪吒的形象争议极大，有人夸每一帧都是壁纸，也有人直言哪吒太丑，像猴子带肚兜。这种文化折扣让全球票房冠军的野心彻底落空。向阳花的逆袭像一场精心策划的伏击战。这部由冯小刚执导、赵丽颖主演的文艺片，预售阶段曾被唱衰首日票房不过3000万，结果清明档3天狂揽8005万，女性观众占比高达74%。这种反差源于它精准戳中了观众的情感，软肋底层女性的绝境求生。赵丽颖这次的表演堪称脱胎换骨，她饰演的刑满释放母亲高月香，为给聋哑女儿筹钱，从监狱到社会一路跌跌撞撞，素颜出镜，增重10斤的形象，让观众忘记了顶流标签，记住了母亲的坚韧。这种去明星化的表演，让我想起去年周迅在小敏家里的素颜出镜，同样用真实感征服了观众。不过最让我动容的是向阳花的宣发策略，它没有狂轰滥炸的营销，而是在抖音发起我和妈妈的生存故事话题，让素人用户用方言讲述自己的挣扎。这种反流量操作反而引发了3亿次播放量，证明观众已经厌倦了明星堆砌的套路。哪吒2的失利撕开了国产动画的遮羞布，尽管他用138家公司打造了东海龙宫的水波纹特效，但叙事创新几乎为零。00后观众在豆瓣评论，打戏像奥特曼，剧情像大圣归来套壳。这种技术巨人、故事侏儒的割裂，导致男性观众流失率达42%，最终票房止步于156亿。反观向阳花，它的成功验证了现实主义题材的市场潜力。影片中高月香在菜市场被羞辱的戏份，让我想起去年陪妈妈逛早市时看到的那些为几毛钱争执的中年女性。这种接地气的叙事，让下沉市场贡献了74%的票房，证明观众需要的不是悬浮的英雄，而是真实的生活。但争议同样存在，有观众质疑向阳花的苦难营销，认为他用女性的伤疤换取眼泪。不过冯小刚在采访中说，真正的善良是有锋芒的，高月香们不是受害者，是幸存者。这种态度让影片在压抑中透出一丝温暖。
采访结束时，光线传媒的宣传总监苦笑：“我们低估了观众的审美疲劳。”这句话道尽了哪吒2的宿命。当动画电影沉迷于技术竞赛，当流量明星迷信转型人设，市场却用票房狠狠打了脸。站在2025年的电影十字路口，哪吒2和向阳花的对撞，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：观众要看的不是爽，而是疼。那些在微博骂哪吒2圈钱的观众，或许忘了自己也曾为《千与千寻》的情怀买单；那些夸向阳花真实的观众，或许没意识到他的苦难叙事也在消费苦难。突然想起哪吒2里的台词：“我命由我不由天。”但现实中的电影市场，从来都是观众由心不由天。